最近有多家知名企业的产品都爆出了含有可能致癌物质苏丹红，甚至有多项产品已经被民众吃下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苏丹红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最近台湾爆出了一波食安风暴，多种食品被爆出含有致癌风险的苏丹红，不只是辣椒粉啊、咖喱粉、白胡椒粉、沙茶酱等等调味料，它还被做成像是猪肉干、菜脯饼啊、虾味鲜，就连八方云集、海底捞这样子的知名厂商都被波及。根据食药署的统计目前下架跟封存的相关产品已经有超过了16万公斤。更糟糕的是，还有部分的产品已经流入市面，被消费者吃下肚。那为了因应这一次的风波，食药署已经行文到教育部，要求全国学校的营养午餐停止使用辣椒粉1个月。卫福部也承诺会在3月底尽力的厘清这一次的苏丹红风暴。到底这一次的苏丹红风暴是怎么发生的？苏丹红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如果真的吃到了，又该怎么办？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是否跟我一样有减重复胖的惨痛经验呢？先别气馁我和减重名医宋叶人一起推出了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会带你根据体质避开复胖地雷，让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你不再因为三餐外食、没空运动等等原因，让体重回到原点。课程首先会带你掌握外食判断指南，一眼就能够根据食材类型与烹调方法来找到好吃、便利又能够瘦的日常外食。此外，如果想要杜绝复胖，那就一定要认识影响减重成效最关键的荷尔蒙体质。根据体质调整作息与饮食来减重，就不用勉强自己疯狂运动、节食挨饿，更不用担心一旦松懈就迅速的膨胀复胖。现在这堂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已经突破2000人购买了，想要透过外食减重的你，千万别落单啦！趁课程上线前入手都能够享有超值优惠，搭配我的专属折扣码SHASHAFIT，还能够再折200元，越早买越划算，赶快一起加入吧！今年的1月8号，云林县卫生局接获民众检举，有厂商使用违法的食品添加物苏丹红。地检署的调查发现，寄生公司斗六厂从新北市的宝兴企业公司买来了辣椒粉原料。虽然送验时发现里面含有违法添加物苏丹色素3号，但寄生公司为了要顺利的出货给全联，涉嫌变造检验报告，引爆了这一次的食安风波。2月20号，新北市卫生局调查，宝兴公司从中国进口辣椒粉原料，供应给包含了寄生公司在内的14家下游厂商，做成了辣椒粉、咖喱粉、高汤粉等等调味料。另外还有像是猪肉干啊、菜脯饼以及虾味鲜等等的食品。另外，新北市卫生局还发现有下游业者自主送验辣椒粉，发现里面含有苏丹红，退回宝兴公司，但宝兴公司并没有通知其他的下游厂商下架并回收商品，也没有主动的通知卫生单位处理。在3月5号新北市卫生局已经开罚宝兴公司新台币200万元，负责人也已经遭到了声押。但除了宝兴公司之外市面上面还有其他来源的苏丹红辣椒粉正在流窜。3月2号，高雄市卫生局抽验发现，精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及嘉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从中国输入的辣椒粉当中也含有苏丹红成分。地检署调查，除了这2家公司还有多家公司的营业地址都登记在同一个地方，属于家族企业，而他们供应的下游厂商包含了维力食品、八方云集、海底捞，还有知名的泡菜工厂。目前至少有25家的下游厂商买到了有问题的辣椒粉。不过，维力食品也发出声明说，他们所购买的辣椒粉是在检测完全合格之后才投入生产，但为了慎重起见，后续将全面的停用该厂商的原料。目前，精湛等关系密切的11家公司已经被高雄市卫生局撤照，累积罚款438万元。而另外一方面，3月7号，台南卫生局也查获了葛瑞特洋菜企业有限公司从中国进口的辣椒粉当中含有苏丹红。3月11号，又进一步的发现，长谷农产有限公司也进口了苏丹红的辣椒粉，不过这次的原料是来自于越南。那根据截稿之前食药署的统计，全台湾共有5个苏丹红辣椒粉的源头，分别是来自于3家中国公司以及1家越南公司，目前已经下架并封存了超过16万公斤的原料跟产品。但因为辣椒粉可能被民众买回家，或是被工厂再次做成其他产品，后续的流向也还在追查当中。苏丹红辣椒粉流环爆，让很多的民众人心惶惶。那到底什么是苏丹红？吃了又会怎么样呢？
苏丹红是几种类似但不同的化学物质的统称，常见的种类呢有苏丹红1号、2号、3号、4号等等。它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化学染料，看起来都是红色的。因为溶于油脂，便宜好取得，再加上稳定不容易褪色的这个特性，经常被用在工业上，像是汽油啊、皮革、地板或是烟火，让颜色看起来更加的饱满。不过，因为长期食用呢，可能会影响到肝肾功能，或是引起皮肤过敏，甚至会有致癌风险。在欧盟啊、美国、中国以及台湾都有法规规定呢，禁止它用在食物当中。2018年，台湾的环保署还把苏丹红列为毒性化学物质，进一步的加强管控。那既然不能够用，为什么苏丹红会出现在食物当中呢？SGS 安心资讯平台上面整理出了2种可能哦。第一个是污染。2017年12月，香港食安中心呢就曾经在散装的白菜干样本当中检测出微量的苏丹红，他们怀疑苏丹红可能来自于捆绑白菜的红色尼龙绳。而第二个可能呢，就是有部分的不肖业者为了要让食物看起来有鲜艳饱满的橘红色，违法的添加苏丹红。而除了这一次爆发的辣椒粉之外呢，还可能在咖喱粉啊、豆腐乳，甚至是鸭蛋黄当中检验到苏丹红。2017年，台湾就曾经查到有鸭农呢，为了让这个鸭蛋黄的颜色看起来呢更漂亮、更诱人，同时又可以节省成本，在饲料当中添加苏丹红，引起了轩然大波。2019年，台湾在边境追罄时，也曾经在巴基斯坦进口的玫瑰花瓣当中验出苏丹红。所以也有很多人批评苏丹红明明是超常见的违法食品添加物，政府为何会放任苏丹红辣椒粉在台湾演变成食安风暴呢？有些人认为会酿成台湾这次的苏丹红风暴有2个主要的原因，一是源头管理不足，再来是事后追查不力。在源头管理的部分，有立委调查资料发现，从去年的5月开始，食药署已经在边境查获了多批的中国辣椒粉不合格，但都没有采取相关的预防措施。直到今年1月，民众检举才发现台湾有多家厂商已经使用了中国啊、越南进口的苏丹红辣椒粉做成产品，造成食安问题，显示出卫福部针对进口食品的管理出现了巨大的缺失。再来，也有人摊开整起事件的时序，发现早在1月初就有民众向云林卫生局检举，但却等了超过1个月，新北卫生局才去查源头的保信公司。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负责统合指挥的卫福部没有及时的通报各县市的卫生局追查，才会导致事发至今已经3个多月，却连实际影响的范围都还没有办法确认。那针对这些质疑卫福部也有话要说。首先，卫福部否认有源头管理不足的问题。他们解释，去年5月抽查验到苏丹红辣椒粉就已经按照法规提高检验比例，直到去年12月11号，中国辣椒粉已经提升到了100%检验，绝对没有怠惰。不过，卫福部也认为按照法规逐步调整抽查比例，确实有点缓不济急，未来会重新的检讨并调整边境的检验机制，加快源头管理的反应时间。而再来，针对追查动作慢的质疑，彰化的卫生局长坦承这是制度的问题。虽然食药署呢也曾经在1月到2月20号期间通知各地方卫生局去抽查后市场，但目前呢台湾没有针对进口商有足够的销售管理机制。即使中央规定有一定规模的业者需要登录食品流向，但都是由业者自行输入，系统没有出错提醒功能，厂商也可能呢没有精准准时的记载。再加上进口商常常跨县市运作，造成当地卫生局稽查困难，让民众有政府动作慢的感觉。卫福部也承诺会尽量在3月底之前厘清来龙去脉，同时也呼吁大型食品供应厂商自主送验、公告证书，加快追查进度。那目前事件的进度呢，就发展到这边，实际影响的范围还有法规的修正，都有待政府后续的调查跟执行。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应该是，如果已经把苏丹红吃下肚，又该怎么办呢？苏丹红在国际癌症研究署当中呢，被列为是第3级致癌物。第3级致癌物呢，在定义上面是根据现有的资料无法证实苏丹红会致癌，包含了咖啡、茶都被归类在这个类别当中。但也不代表苏丹红完全没有风险。林口长庚医院的临床毒物中心主任解释，苏丹红在人体里面会被分解成胺类化合物，就会变成第2级可能致癌物。而第2级可能致癌物是说，透过实验与学理证明对动物可能有致癌性，但对于人体致癌的科学证据很薄弱，应该不会有立即性的影响。所以目前学者大多认为风险有限，不需要太过担心。不过毕竟苏丹红还是禁止使用的食品添加物，所以如果不小心吃到了含有苏丹红的食品，乐生疗养院的营养室主任建议可以补充一些有助于肝脏代谢的营养剂，还有抗氧化剂，例如像是这个青花菜啊、水果、坚果或是益生菌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最后，如果想要避免吃到含有苏丹红的食品，在选购时呢，可以选择信誉良好、有通过食品认证的店家，也要避免挑选颜色太过鲜艳或是价格过低的食品。然后尽量的饮食均衡，不要只吃特定的食物或选择特定的品牌，可能比较可以吃得安心，避免身体受害。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哦，因为有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让重要的议题被更多人看见，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这次的苏丹红事件呢，因为波及的范围很大，实际影响范围也还没有确认，民众确实会很恐慌。为什么这个东西也没有办法安心？像我们呢就有团队计划，前一天呢才刚开心的吃完美食，结果隔天呢就看到自己吃的食物被列在不合格名单当中，实在是非常的傻眼。更让人紧张的是，辣椒粉属于调味料，它很有可能会被加工再制成其他的产品，或是被很多的小吃店使用。一般民众在购买时根本就很难从菜单或是食品标示当中看到上游厂商是谁。那即使知道那些厂商的产品可能有问题，也很难完全避开，实在是非常的无奈。不过我们查完资料之后，发现苏丹红最多呢就算是可能致癌物质，目前没有相关的研究可以证实它有立即性的危险。所以呢，大家或许可以稍微的放心一点点，一起多吃营养师建议的蔬菜啊、水果，帮助肝脏以及肠道的代谢。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政府可以借着这一次的食安风暴，回头去检讨法规啊，还有政策，是不是我们的边境抽验的措施要怎么样的再补强，或者说呢，后端市场该不该有个定时检验的标准等等，尽可能的降低类似的食安问题再次的发生。好的，那我们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会担心吃到苏丹红产品吗？不会哦，我觉得风险不高，又不是天天吃，应该还好吧。B 会哦，我已经决定要开始自己煮饭，自己把关原料。C 理智知道不用太担心哦，但心理上面还是觉得蛮恐慌的。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什么是苏丹红。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瘦肉精以及食品营养标签。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祝大家龙心大喜，新年迎新机最高值2000元，多点财神器送哈密 Point18000点，好运人人有，上网量加码送哦！走春最 lucky， 国际漫游畅享天天价，中华有心，龙心大喜，龙心为奖励，永远走在最前面。中华电信。